每当月满之时，喜爱鲜血的妖女便会从狭小的缝隙爬进房间，肆无忌惮地趴在野猪精身上疯狂进食。可即便是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液，仍是难以抑制住心中那股对嗜血的渴望。于是，为了能继续行使那无止境的口腹之欲，他便无情地将死亡矛头对准了附近的任何活物。凭借着超强的制空能力，外加迅猛的雷霆之势，不消片刻便将一家三口稀释殆尽。但好在这种嗜血屠戮终将止步于此，因为杰洛特准备带着女儿回猎魔人的故乡凯尔莫罕避险，途中意外发现一只身躯干瘪但肉质却十分新鲜的尸体。他很快意识到危险，便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最近的村庄。由于这里是前往凯尔莫罕的必经之路，杰洛特清楚往年都是无比热闹，如今却安静的可怕。直觉告诉他，附近肯定有邪祟作怪，必须要赶快找个藏身之所度过今晚。幸好不远处漆黑的夜里仍有一家灯火通明，两人似乎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准备前去借宿一晚。可谁曾想，刚一踏进院子，房屋上的窗户以及木门便毫无征兆地疯狂抽搐起来，直至没了撤退的机会后，一只巨大的野猪精突然破门而出。杰洛特反应迅速，转身拔出匕首控制住对方。可就当他要下死手之时， Geralt! Evelyn?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here, you old whoreson? 原来眼前的这头野猪正是杰洛特多年前的朋友。至于为何会变成此般模样，内维伦总是以各种理由试图转移话题。考虑到两人长途跋涉，身心疲惫，他直接施法召唤出白色香槟泡泡浴，款待女孩洗个热水澡。然而就当西里享受之时，楼顶突然传来一阵异动，他不得已提前结束沐浴，拿起内维伦为自己准备的衣服。殊不知背后的缝隙中，一双赛雪凄霜的眼睛流露出了贪婪的神色。西里并没逗留，直接来到隔壁房间，找到正在闲谈的两人。内维伦见状，再次施法召唤出许多美酒食物，甚至还不忘用猪蹄调侃男人一番。 That's a good one. I jest. Mountain pheasant for my friend! 杰洛特察觉到内维伦对诅咒的事故意避而不谈，似乎隐瞒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于是他也不再顾及老友的面子，当着西里知道黄龙。内维伦这才不得已说出了背后的真相。原来不久之前，他被一群坏人要挟摧毁了失面蜘蛛神殿。无比愤怒的女祭司为了惩罚男人，施下变成妖怪的诅咒，从而永生永世与孤独为伴。然而破除诅咒的唯一办法，只有浇盖挚爱之人的鲜血，才有可能恢复人身。但自从变成野猪之后，别提心爱之人了，就连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被他恐怖的面目吓得退避三舍。这也就是为何杰洛特来到村庄后却没发现一人的原因。可就当两人交谈之际，楼顶再次传来诡异的声响。内维伦见状，赶忙解释自己缺少陪伴，所以养了一只名叫威瑞娜的猫咪。由于害怕陌生人，便跑到了楼顶之上躲藏了起来。可身为猎魔人的杰洛特对了不可见的异动十分敏感，坚决要外出调查一番才肯罢休。果不其然，他在雪地上发现一段没头没尾的脚印，显然是一只拥有飞行能力的不明生物。杰洛特更加坚定了内维伦肯定有什么讳莫如深的秘密瞒着自己，如果再继续深挖，得到的只会是无止境的谎言。于是他趁酒意正浓，提出一个自己十分拿手的飞轮游戏，只要谁扔出的飞镖没能命中画像上的人物头部，便要喝一口酒，并附带一句对方提问的真心话。内维伦想都没想就施法变换出数枚匕首，答应下来。 You first. 可谁曾想，杰洛特首当其冲的一镖就栽了个跟头，以至于后来无论他如何瞄准发射，都会以偏移2-3余尺而告终。而反观内维伦每次掷出的飞镖都能精准命中目标，直至他的提问触及到了杰洛特的底线，误以为西里也是被骗去，即将又变成猎魔人的小孩。杰洛特这才忍无可忍，从腿部甩出一记飞镖命中目标，质问对方为何要用手段欺骗远道而来的朋友。可奈维伦并没有将男人的警告放在眼里，起身离开前去就寝。无奈之下，杰洛特只能独自一人外出打探情况，竟意外在附近的村庄发现了几具形似此前途中干瘪鹿肉的人类尸体，并且空气中还弥漫出一股妖孽的气息。他立马察觉到危险，火速赶回家保护女儿。与此同时，内维伦的城堡之中，一只不明女妖从缝隙中钻进来，瞪着铜铃般的眼睛在屋内四处张望。见女孩被噩梦所困扰，他便顺着墙壁一路爬行至床前，紧接着拾起一抹泪水放入口中细细品尝，完全没能注意到此时已经被噩梦惊醒的西里。威瑞娜见状，立马解释自己是内维伦的朋友。 You were having a nightmare. I came to check on you. 考虑到内维伦口中的威瑞娜是一只宠物猫咪，如今真面目现身后却有着人类的躯体，并且行为十分诡异。西里很快便意识到眼前的女人肯定是一只妖怪，但好似对方并没有要伤害自己的意思，反而是不断警告一定要远离屠戮无数的猎魔人。说罢，威瑞娜便亲吻西里的手臂，让对方沉睡了过去。直到发现异常的杰洛特赶回家中，叫醒了熟睡的西里，表示附近隐匿着一只嗜血的女妖，必须要即刻启程逃离这里。 What's going on, Geralt? No. 西里收拾好行李，时刻准备逃跑之后，杰洛特便手持银剑顺着走廊里发出的那阵异动，很快便在内维伦的房间内找到了正在疯狂进食的女妖。他果断手持银剑杀了进来，可谁曾想威瑞娜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只见他张开血盆，通过怒吼的方式发出层层音波，镇压住来犯之敌。幸好杰洛特得到了超人药剂的强化，硬生生扛住伤害后，不多时便落了下来。可一转眼的时间，女妖便从眼前消失，逃跑到了楼顶。杰洛特仔细的听闻声响，确认位置后，果断举起长矛，透过木板刺了进去。伴随着一声惨叫，鲜血顿时顺
着洞口涌出。威瑞娜吃痛干碎天花板，从上方落下，趴在男人身上，试图想用那难以掩盖的龅牙尝一尝猎魔人的味道。好在杰洛特左手及时格挡，右手顺势使出一记阿尔德法印，将对方轰出数十米远，直至透过窗户砸中外面的石像才停了下来。这一幕不巧被时刻待命的西里看见，他立马放下戒备前去查看情况。 Rena. You hurt me. 威瑞娜意识到，如果仅凭自己一人的战斗能力，恐怕今晚便会死在猎魔人的手中。于是她转身使出狮吼功，拖延住男人的脚步后，瞬间一改恐怖的模样，恳求西里能跟杰洛特求情，饶自己一命。然而，就当杰洛特发现惨死村中的百姓之时，彼时的女妖就早已被列入了必杀的名单内。他果断挥舞手中的银剑砍去，虽是没能成功命中，但是威瑞娜的狮吼功却已经失去作用，只是用出一招简单的昆恩法印就可轻松抵挡。紧接着趁对方换气，顺势打出一记阿尔德法印袭去。可就当杰洛特准备上前补刀的时候，女妖就已经难以招架这势不可挡的进攻，幻化成原形冲天而起，不多时便凭借着凌空之势玩起了偷袭。杰洛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识破了威瑞娜的把戏，一跃而起，抓住对方的脚，狠狠摔在地上。可即便双方实力悬殊，威瑞娜仍是不甘作罢，企图再一次从上方发起进攻。然而这次的杰洛特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栽倒两次，弯腰躲避进攻的同时，反手举剑刺进了女妖腹中。圣母心爆棚的西里见状，立马拿上披风前去遮羞。还没等杰洛特提醒，为了保命的威瑞娜便突然苏醒，劫持住西里，当作人质，当即要求饶自己一命，否则立马咬断女孩的喉咙。可就当杰洛特无计奈何之时，内维伦手持一杆长枪突然出现，直接贯穿了威瑞娜的身体。顿时，那喷溅而出的鲜血夹杂着痛苦的嘶吼声，贯彻了整个云霄。不过，威瑞娜似乎拥有不死之身，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之中，强忍疼痛反向旋转，身体直勾勾地盯着男人，紧接着抓住枪柄，一步步靠近，企图吸食对方的血液，从而来助长自己的能力。杰洛特一眼看穿了女妖的想法，毫不犹豫地挥剑砍下头颅。随着女妖的尸体燃起熊熊烈火，内维伦身上的诅咒这才得以被破解，逐渐恢复了人类的模样。可重获自由之身的他非但没能高兴起来，反而恳求杰洛特能赐自己一死。原来内维伦早年并非因为摧毁了失面之珠神殿而遭到诅咒，而是耐不住寂寞强奸了里面的女祭司。从那时起，他就因为丑陋的外表失去了所有朋友。直到某天在森林中发现了受伤的威瑞娜，他用自己永生不死的能力为对方输送鲜血，才得以救活。久而久之，两人爱生情愫，互相成为了彼此的精神支柱。可奈何威瑞娜仍是无法控制心中嗜血的渴望，才会袭击途经村庄周边的任何活物。得知真相的杰洛特对内维伦的遭遇没有半点同情，转身就离去，任由其自生自灭。鉴于今天西里不顾自身安危的表现，杰洛特犹豫许久，还是狠下心来批评对方一顿。可话音刚落，西里的眼角不禁流露出泪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总感觉内心深处有一股不可名状的火焰在无情地焚烧着整个世界，那种不安像是一种恐惧，更像是一种直觉，令他非常害怕。好在有着一个安全感十足的父亲，无时无刻地陪伴在自己身边，他这才得以消散了心中的恐惧。一夜过后，两人终于是来到了传闻中的凯尔莫海，这里是每个猎魔人冬季都要回来补给物资的地方。可杰洛特却距离上次离开这里已经长达13年之久，只是依稀记得当时还存活有20位猎魔人之少，恐怕如今再次回到故乡，估计只有剩下寥寥可数。杰洛特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开了大门，众人顿时被眼前突然出现的男人惊在当场。 Where the fuck have you been? We thought you got lost or killed. Not yet. Sorry. 时隔多年，杰洛特庆幸自己的好兄弟还活着，与在场的每一个人相拥一番过后，他这才想起介绍自己通过意外率获得的女儿。就当众人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之时，艾斯卡尔带着自己与林地矮妖屠杀中夺取到的数根手臂闯了进来。由于这种妖怪无法繁殖，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越来越少，因此他们为了能远害全身，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任何人发动进攻，除非是发生了某种异变。杰洛特立马回到实验室解剖研究，很快在枯枝内部发现了奇怪的黑色粉末。然而还没等搞清楚由来，大厅内就传来一阵异动，立马拿起银剑在走廊中四处寻找，很快便在尽头的房间内发现了被树枝残忍杀害的舞女。可还没等靠近细细查看，一根藤蔓突然刺了过来。杰洛特反应迅速，挥舞银剑砍断。虽是削铁如泥，但奈何敌暗我明，并且数量众多，不多时便被身后再次袭来的枯木死死缠住，摁在了墙壁之上，不得动弹。林地矮妖见在无威胁后，这才从上方爬了下来，直逼男人的方位走去。危急关头，杰洛特用墙上的火炬烫伤藤蔓，成功挣脱了束缚，紧接着朝对方的心脏上刺去。林地矮妖吃痛连连后退，躲藏进桌子底下。可就当杰洛特还想继续补刀之时，却发现眼前的妖怪竟然是自己的好兄弟艾斯卡尔。他立马扔掉手中那足以让对方致命的火炬，然而被林地矮妖寄生的男人早已失去自我意识，仍是狠狠甩出几记长鞭，任由男人如何手持银剑抵挡，他还是凭借着不死之身以及那再生能力极强的藤蔓，牢牢地锁住了对方的四肢。眼看杰洛特即将丧命于此，幸好维瑟米尔及时赶到，掷出一把板斧，紧接着割断了束缚住杰洛特的藤蔓。两人背靠背，严阵以待，思考如何解救艾斯卡尔的方法。很快通过一轮交锋后，维瑟米尔试探出了对方的实
实力，果断吩咐杰洛特前去门口布下一道防止逃跑的结界，他则趁机扔出铁钩挂在林地矮妖的肩膀上。杰洛特见状，立马效仿维瑟米尔的方法，不多时两人便通过精密的配合把林地矮妖控制住。维瑟米尔立马上前呼喊艾斯卡尔的名字，企图唤醒意识即将消散的男人，可刚一起到作用，林地矮妖便重新争夺了主动权，瞬间召唤出数根藤蔓抓住了维瑟米尔。无奈之下，杰洛特只能在银剑上附魔火焰属性，直冲林地矮妖的心脏上刺了进去。霎时间，滚烫的烈焰瞬间席卷而来，伴随着回响的嘶吼声，猎魔人的徽章树上再添一名星元。由于根据猎魔人的记载，直至现在都尚未发现过林地矮妖具有繁殖能力，所以此次寄生在艾斯卡尔身上的种子肯定另有蹊跷。可就算维瑟米尔结合了自己多年来的经验研究，无论如何都没有找到背后的真相，只好先行将艾斯卡尔按照猎魔人传统的动物葬礼献祭给了狼群。回到营地之后，杰洛特考虑到现如今的妖怪肆意虐刑，恐怕凯尔莫罕都将面临危险，唯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绝境中求生。于是为了女儿的安全着想，他决定即日起开始传授西里一套防身用的剑法，希望有朝一日也能跟卡兰特女王一样成为辛特拉的小雄狮。可奈何专业不对口，任由西里如何没日没夜的发奋练习，仍是没有半点进步。于是，一旁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杨排见状，果断为其指了一条明路，那便是每个猎魔人儿时都要通过的关卡，男生女生向前冲。随着杨排松开了缰绳，整个机关立马被赋予了生命，随风摇曳起来。西里没有片刻犹豫，爬上设施，来到了第一关大摆锤。显然初入茅庐的他只是走了2步，便被狠狠地击落在地面。Still want to be a witcher? 两人本以为西里尝到苦头后便会就此作罢，可谁曾想苦难非但没能变为他成长过程中的拦路，反而也练成了历练锋芒的磨刀石。在经过9981次的摸爬滚打后，他终于是克服了重重的磨练，来到了最后一关。此时的现场早已是聚集了众多猎魔人，不约而同的按到助威。可随着西里脱手一跃而起，却在最后的关卡上栽了个跟头。如果再这样继续练下去，就算超人来了，恐怕都要断一条腿才能离开这里。杰洛特无奈之下，只能终止了自己的计划。 When a witcher cracks his skull, all we need do is stick him in a cot and fill him with Veritum, Spurge, and Hawthorne. Chances are, he'll survive. You do not have that luxury. 杰洛特的初衷只是想让西里学点防身用的技巧，可没想到现在却越走越偏，演变成了当猎魔人的执念。无奈之下，他只能将此事束之高阁。当务之急是先调查林地矮妖繁衍后代的真相。考虑到西里能时常在梦境中遇见某些还未发生的事情，杰洛特便想通过此番能力试一试能否找到有用的线索。果不其然，在他的引导之下，西里瞬间进入梦境，看见自己似乎正在被某种东西拖入丛林深处。于是两人根据指示来到了目的地的森林。随着西里心中的那股感觉愈演愈烈，不远处曾经寄生过艾斯卡尔的林地矮妖似乎受到了某种召唤，突然操控不计其数的藤蔓遁地袭来。杰洛特见状迅速拔剑御敌，可奈何对方仍是将目标对准了一旁毫无威胁的西里。眼看即将要被拖入深渊，杰洛特这才想起在银剑上附魔火焰属性。然而就当他即将靠近之时，却突然出现一只更为恐怖的邪魔，挥舞利刃直接将林地矮妖撕成了碎片。这种诞生于传奇术士阿尔祖手中的怪物一旦苏醒便会无比狂躁，就连杰洛特这种杀怪淫野的猎魔人都不会放在眼里，很快就凭借着那迅猛的雷霆之势打得男人措手不及。然而他却与林地矮妖一样，似乎只对手无缚鸡之力的西里产有浓厚兴趣，没有片刻犹豫的转身前去追赶，不多时就以那不可胜数的脚丫将西里困在山脚下的石洞中。眼看邪魔张开血盆即将饱餐一顿之时，杰洛特突然从上方落了下来，顺势从中央破开了怪物的身体，再紧密连接上一套干净利落的剑法，完美收尾。看着眼前惨死的邪魔尸体，杰洛特不知为何这些畜生如此痴迷自己的女儿。在揪出背后的原因之前，他决定亲自带西里强化四肢力量，从而就能在遇到危险的第一时间内逃走。可就等他好不容易爬到山顶时，丛林深处再次传来怪物的嘶吼声。西里反应迅速，寻找最近的掩体，却被树根绊倒在地，不慎被石子划破了那细嫩的脸颊，瞬间流露出点滴红色。直到声响越来越近，他这才看清来人竟是一位女子。 I'm going to Camoran. Is that where you're headed? 或许是经历过了城堡外的险恶，西里对眼前突然出现的陌生人多少有些芥蒂，没有做予回应。可就当他还愣在原地思考对策之时，梅丽葛德就已经走到了面前。只见他轻抚西里的脸颊，嘴中念念有词之间，伤口便瞬间愈合。紧接着又弯腰拾起一朵白花献上殷勤，这才得以换来了女孩的一个微笑。与此同时，杰洛特背着野猪娓娓而来。原来梅丽葛德是他特意从艾瑞图萨请来的术士，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协助西里激发藏匿在体内的混沌能量。因为在此前调查林地矮妖的繁衍谜团中，他就验证了西里遗传了母亲的基因，显现出了预知未来的能力，并且对周边的妖魔似乎还有着某种特殊的诱惑。梅丽葛德在看见邪魔的尸体后，猜测此物很有可能为术士所制造，只是这种炼金术早已经被明令禁止长达100年之久。于是为了证明这个猜想，他夹起一块怪物的残骸放入试管中，再附带几句上古咒语，紧接着放入高速旋转的分离器内。如果含有诱变剂的话，里面的成分就会发出亮光，从而就能判断怪物是否出自术士之手。经过一夜漫长的等待后，容器内分离出了些许黑色粉末，虽是没有产生亮光足以证明术士的清白，但杰洛
洛特却一眼认出了粉末竟是极其坚硬的星彩石，并且与林地矮妖残骸上的是同一种物质。显然这两种怪物都来自一个地方。可就当两人还在疑惑之际，西里好奇的伸手触碰了黑色粉末，瞬间脑中闪过一幅荒漠景象。 The chaos belongs to us. Turn your backs. Join the procession. There is only death. 等西里再次醒来，已经是失去知觉，躺在病床上许久。原来早在辛特拉王国灭亡后，尼弗加德的黑暗骑士肆意烧杀抢掠。然而就在这种国破家亡的危机时刻，西里却在逃亡途中意外激发了隐匿在体内的潜能，只是轻轻松松一吼就震倒了整块由星彩石构成的巨石碑。如果真如西里所说的一样，那就很有可能因为巨石的破裂释放出了常年生存在地底下的怪物。这样一来，林地矮妖以及邪魔对西里异变的进攻则会迎刃而解。于是杰洛特决定先去辛特拉考察一番，再做结论。但在此之前，梅利葛德为了能助杰洛特一臂之力，特意为其引荐了一位对巨石碑颇有研究的术士，共同完成任务。很快，两人来到了目的地。眼前那道深不见底的裂缝瞬间颠覆了伊斯崔德多年来的研究，简直无法相信，曾经历经风霜都只是留下一点痕迹的星彩石，如今却成了一堆碎渣。原本伊斯崔德一直认为巨石碑只是天球交汇撞击时产生的疤痕，现在看来并非那么简单。Now think about it. Monsters didn't exist on this plane before the conjunction. All species were separated on different spheres till those spheres merged into one. Now, a conjunction like that would require two things: a massive surge of energy and conduits to channel it. Now, what if the monoliths aren't points of impact? What if they're the conduits? 如果伊斯崔德的推理正确，那么多年来的天球交汇就很有可能并非与传闻中的那样合并，而是在相撞之后被强行分开。If the original spheres are still out there somewhere, and our monoliths are calling to them, then the monsters aren't new, they're just new to here. And they're using our monoliths as gateways. 然而，就当真相即将浮出水面之时，地上的星彩石碎片似乎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召唤，突然腾空而起，朝一个方向径直飞去。待四下安静下来后，杰洛特立马察觉到空气中弥漫出妖孽的气息。果不其然，不远处的一只切尔诺伯格裹挟着威压走来，可他却对眼前的两人毫无兴趣，腾空而起。每当女孩的血液流淌出来，相对应的地面上不多时便会长出一种蓝色花朵。这种被称为太阳之子的神奇植物，只有通过上古之血不断喂养的地方才会生长。There are legends. That elder blood was one of the key ingredient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first Witcher mutagens. 自从多年前凯尔莫罕被暴民掠夺摧毁了诱变剂之后，就再也没有过新晋猎魔人的诞生。如今重振新宗的机会就在眼前，维瑟米尔说什么也要试一试，马不停蹄地找到西里，将猎魔人在维护世界安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现如今无法诱变且数量越来越少的危难处境，通通陈述了一遍。紧接着用训练场采摘来的太阳之子，证明西里的体内流淌着早已灭绝的上古血脉。见对方略有所思，维瑟米尔这才开门见山表示希望能用一小管血液制作猎魔人的诱变剂，从而就可以保护未来几代人的安全。西里思考片刻后答应了下来，但前提条件是他必须要成为第一个猎魔人的试炼者。可话音刚落，维瑟米尔的脑海中瞬间闪过曾经那些死在了药剂下的孩子。身为第一代猎魔人的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试炼过程中的痛苦，稍有不慎就可能一命归阴。更何况对方还是自己的孙女，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可是西里出自对体内那强大力量的恐惧，害怕有朝一日会彻底失去控制，届时就会危害一方，不断恳求维瑟米尔把自己培育成猎魔人。终于在他的软磨硬泡下，开始了诱变剂的制造。只见梅利葛德抽出西里的血液，紧接着将干枯的太阳之子研磨成粉末与之混合在一起，最后在上古咒语的作用下，两物霎时间产生了微妙的反应。不多时，猎魔人的诱变剂就制作完成。然而，就当梅利葛德知道西里要成为第一个试炼者时，他顿时怒火中烧，前去质问对方 Why do you want this so badly, Ciri? Then the people I loved most in this world were taken from me before I could find the truth. What you're doing won't change any of that. But it might help me find a new truth. 为了能弄清楚西里体内混沌能量的来源，从而打消成为猎魔人的冲动，梅利葛德提出了一个名为灵魂之谷的想法。只要两人足够信任对方，就能链接潜意识，找到那些隐藏在血脉之中的遗传记忆，届时任何身世之谜都将会迎刃而解。西里听闻后，似乎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迫不及待地躺在梅利葛德的腿上。随着诵念出上古咒语，两人赫然进入了潜意识。这里有着许多曾经美好的记忆，同时也不缺乏对黑暗骑士的恐惧。梅利葛德见状，立马安慰眼下的东西都只是幻境罢了，这才打消了女孩心中的疑虑。然而随着记忆逐渐清晰，人物呈现出来的现象愈加诡异起来。因为正常情况下，两人只能以第三人称视角去观察，可就当来到西里的母亲帕维塔面前，对方却突破了潜意识的禁制，发起了对话，似乎在指引两人走进更深层的记忆。梅利葛德虽是察觉到了异样，此地不宜多留，但是为了能打消西里成为猎魔人的执念，他仍是紧随其后跟了进去，直至来到尽头地上长满了上古血脉浇盖的太阳之子。不远处更是突然亮起耀眼的白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两人来到了西里潜意识之外的世界。眼前枯木底下赫然出现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从那尖锐的耳朵可以看得出来是属于精灵一族，并且似乎还遭到了某种残忍的伤害，腹部止不住的渗出鲜血。
血。梅丽葛德见状，立马上前企图用法术治疗对方，可就当女人放下手中的婴儿时，却反手抓住了梅丽葛德的脖子，紧接着转头看向西里，预示了一则预言 ：Child of elder blood, child of wrath, the time of contempt is nigh. The world will die amidst frost and be reborn of the new sun, reborn of elder blood, of the seed that has been sown.A seed that will not sprout but will burst into flame. 可等女人话音刚落，霎时间血红色的尘埃席卷而来，染红了半壁江山。不远处的天空中，一群驰骋云霄的狂烈战士杀了过来，眼看越来越近，刻在骨子里的求生欲迫使西里呼喊起杰洛特的名字。随着声音越来越大，猎魔人的徽章术竟然破开一道8尺长的裂缝。幸好梅丽葛德强行断开连接，逃了出来，无比惊恐的瘫坐地上。本以为可以通过灵魂之骨的方法寻找血脉中的记忆，没想到被吓得不轻不说，反而还更加坚定了西里当猎魔人的想法。他刻不容缓地找到维瑟米尔，表示即刻开始试炼。很快，西里的双手双脚被绑在床上，随着诱变剂导入试管内，维瑟米尔再次看见了那些曾经试炼失败的小孩，久久没能将针筒扎下去。幸好杰洛特及时赶到，打断了试炼。他比谁都要清楚过程中的痛苦，根本不可能让女儿冒此般风险。于是，为了能找到控制西里体内上古血脉的办法，杰洛特决定前去母校神殿学院寻求帮助。然而途中却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一帆风顺，嗜血的切尔诺伯格早已饥渴难耐地朝两人袭来。男人毫不犹豫地喝下由太阳之子研磨成的特制药水，霎时间那惨白的脸上瞬间青筋暴起，原本金色的眼眸也似乎受到了神秘力量的加持，变得无比漆黑通透。随后他小心翼翼地踏入浅水区，一只庞大的切尔诺伯格扑腾着双翼袭来，杰洛特反应迅速，结下一道阿尔德法印抵挡，可奈何对方身披无比坚硬的鳞片盔甲，任由他如何发起猛烈的进攻，切尔诺伯格仍是朝西里的方向飞去。好在洛奇受到惊吓疯狂跳动，西里这才得以保住一命，但同时也因此身受重伤，即将一命归阴。杰洛特为了能减少老友的痛苦，果断用匕首送了对方最后一程。考虑到切尔诺伯格身上有坚硬的鳞片，可腹部却无比脆弱，他让西里爬上高耸的岩石，吸引切尔诺伯格的注意力。等对方专注眼前的猎物之时，杰洛特看准时机，一跃而起，直接用利剑划开了怪物的胸膛，伴随着一声声惨叫，完美结束了这场战斗。由于洛奇惨死在妖孽手下，两人只好徒步前往神殿学院。终于经过漫长的跋涉，到达了目的地。这里是一所处于中间立场的学院，其作用就是培育各界的人才精英，输送至世界每一处角落，当然也包括像猎魔人这样的高危职业。等简单介绍完神殿学院后，杰洛特将西里引荐给了自己的老师南尼克，希望能在对方的教学下掌握控制混沌能量的技巧。然而就在这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杰洛特心里突然预知到了什么，回眸望去，竟发现失散数十年的叶尼弗站在自己眼前。自从三寒鸦在涅达米尔群山之巅刻意拆散两人之后，他就认定叶尼弗死在了索登战役之中。此番再次见面，两人没做过多解释便相拥在一起，似乎在诉说着数年来对彼此的相思之苦。 Geralt, do you know what to do with this? Sorry. Ciri, Sorry. this is my dear friend. 西里意识到自己破坏了亲爹的好事，立马转身离开，前去继续研究南尼克给自己布置的任务。杰洛特这才找到机会询问叶尼弗来到学院的目的。叶尼弗当即表示自己在索登战役中耗尽了体内最后一丝混沌能量，释放出了明令禁止的火系魔法，虽是扭转了局势，但同时也在兄弟会内部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不得已只能先行离开艾瑞图萨暂避风头。恰巧遇见了游历各国的吟游诗人，本以为可以借此隐居，等事态平息后再重出江湖，可谁曾想尼弗加德国王在得知消息后，又派遣擅长火系魔法的术士前来追杀。逃亡途中，吟游诗人不幸被对方抓住。叶尼弗考虑到自己暂且无法使用魔法，于是先行来到神殿学院，希望能找回体内丢失的混沌能量，从而杀回去救出被关押的吟游诗人。然而就当两人交谈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之际，另一边独自学习的西里发现地上掉落的书籍沾满了不知名的血液，他立马拿起铁球警戒，顺着滴血的方向前去一探究竟。很快便在尽头发现了身负重伤的雅尔，可还没等他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身后便传来阵阵脚步拦住了去路。火术士见状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是西里公主，原来她曾经因为拖欠卡兰特女王的一点小钱，便被无情打入辛特拉的监狱内长达2年半之久。如今再次相遇，他说什么也不会放过此番报仇的机会，不由分说便扔出一团烈焰，将女孩团团围住。幸好此刻杰洛特及时赶到，挥出一记阿尔德法印打断，紧接着吩咐叶尼弗带西里躲藏起来，他则率先发起进攻，凭一己之力拖住一众喽啰。可奈何对方不讲武德，挥舞利剑砍来，杰洛特来不及躲闪，不慎被划破了胸膛。虽是能很快站稳身形，顺手拿起一旁的板凳继续格挡，但仍是分身乏力，无法阻止火术士前进的脚步。他只好使出全身解数，尽其所能以最快的速度企图拿下众人。眼看火术士步步逼近，即将烧穿房门，叶尼弗当机立断，教学西里使用混沌能量实行远距离传送。随着最后一根门锁被高温融化断裂，西里也成功撕开了一道时空裂痕。与此同时，杰洛特终于把眼下的众多喽啰悉数解决，紧接着顺势抛出一把银剑刺去，吓得火术士消散而逃。可叶尼弗似乎没有想要搭理杰洛特的意思，仍是转身带走了西里。原来叶尼弗此次突然出现并非机缘巧合，而是自从在索登战役中丧失了魔法后，他不惜与森林之母达
达成协议，试图用西里体内的上古血脉打开连接异界的通道，从而释放出里面的森林之母，届时就能恢复体内的混沌能量。随后两人来到了西里认为最安全的地方，见四下静寂无声，他这才发现来到了此前收留自己的农夫家中。刚开始还以为是战乱导致附近成为了荒芜之地，直到在转角的房间内发现了早已惨死的农夫一家，从尸体的伤痕上不难看出是此前出现在神殿学院的火术师所为。叶尼弗见骗走西里的机会来了，立刻贩卖焦虑，宣称杰洛特很有可能不敌强大的火术士会被抓起来，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前往凯尔莫罕增援救兵。由于西里十分信任眼前的女人，并且担心杰洛特的安危，很轻易就跟叶尼弗踏上了前去凯尔莫罕的路途。经过一夜的跋涉后，两人被眼前的断桥拦住了去路。叶尼弗勘探地形，很快便得出了2个解决方案：要么舍弃战马，选择从上方的浮石上躺过去；要么再次尝试激发用体内的混沌能量修复断桥。一生要强的西里思考片刻后，果断选择了后者。只见他在叶尼弗的引导下伸出双手，紧接着伴随着上古咒语的加持，坍塌在水中的木桥似乎被赋予了生命般不断浮出水面。可由于是第一次使用混沌能量操控物体，更何况还是如此庞大的断桥，西里不消片刻便体力不支，伴随着眼角的血液不断渗出。可即便如此，他仍是不听劝阻，咬牙坚持，直至木桥再次失去控制落入水中。一股强烈的挫败感瞬间席卷而来，导致西里心跳加速，失去控制，释放出了体内的混沌能量，竟奇迹般的将周边的任何活物传送到了对岸。此时的叶尼弗在见识到女孩体内蕴含着无可匹敌的能量后，他仍是秉着对失去魔法的恐惧，将对方带往关押森林之母的草屋。等候多时的森林之母早已是饥渴难耐，顷刻间燃烧起积攒许久的愤怒，突破了猎魔人多年前设下的禁制，消散成一团烟雾，附身到了西里体内。考虑到施法过程中务必会打草惊蛇，引来一众猎魔人前来阻拦自己，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趁猎魔人还在熟睡之际潜入了房间，毫不犹豫地用匕首抹断了埃弗拉德的脖子。随着猎魔人逐一惨死在了西里手中，他最终将死亡矛头对准了初代猎魔人维瑟米尔。幸好杰洛特及时赶到，西里这才赶忙藏起手中的短剑，装作一副无辜的模样。然而还没等杰洛特发话，他就不打自招地表示自己看见了一个身穿黑袍的老女人走进了埃弗拉德的房间，并且残忍地将对方杀害。可久经沙场的杰洛特却一眼看出了西里眼神中的惊恐，立马发出质问 How did you escape? I screamed. And that didn't cause any damage. I don't know. Didn't wake Vesemir. 直到杰洛特发现西里脸上残留的血液，他这才断定对方被邪祟附身，企图通过谈判的方式引出妖孽。可森林之母卷土重来的机会近在咫尺，怎可能就此作罢？果断挑出匕首，致盲男人逃了出去。随后他来到了凯尔莫罕大厅的徽章树前，等一众厉兵秣马的猎魔人赶到现场后，森林之母控制西里体内的上古血脉，释放出强大的混沌能量，瞬间刺耳的尖叫声席卷而来，竟将眼前的徽章树撕成2半。众人定眼望去，一颗硕大的星彩石显现出来，就连初代猎魔人维瑟米尔看见后都表示尤为震惊。然而还没等他们缓过神，西里又继续用刺耳的尖叫声将眼前的星彩石震成了碎片，紧接着转身朝背后的猎魔人射去。好在身位靠后的杰洛特及时用出昆恩法印抵挡住伤害，可谁曾想眼下犹如利刃般袭来的碎片竟只是西里的开胃小菜。再次召唤星彩石汇聚成一道链接异世界的通道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只见2只体型硕大的石化蜥蜴从中缓缓走了出来，随着西里一个眼神下达了攻击的指令，嗜血的怪物早已饥渴难耐地张开血口狂奔而至。杰洛特见状立马恳求维瑟米尔同另一名猎魔人施展亚登法印将对方困住。 Tell me what you want with her. Tell me what she is to you. She is the future. 杰洛特见无法从对方口中套出目的，他只好一边闪躲一边试图唤醒沉迷在美好记忆中的西里。虽是起到了些许作用，但很快森林之母又重新占据上风，夺回了主动权。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或许能解救梦境中的西里。可奈何另一边与石化蜥蜴对战的猎魔人早已是力不能支，纷纷惨死过去。维瑟米尔只能松开结界，参与到战斗之中。刚开始他还想为杰洛特争取更多唤醒西里的时间，直到葬身在妖孽口腹之中的猎魔人数量越来越多，他这才忍无可忍，手持银剑径直朝西里的方向砍去。杰洛特坚信自己的女儿一定会识破女妖的幻境，不断为其争取时间。果不其然，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西里周围的众人开始扭曲变形，并伴随着杰洛特的阵阵呼喊声。然而就当他即将苏醒之时，森林之母竟变换出西里早已过世多年的父母前来助阵。由于没了猎魔人的法印镇压，他再次打开异世界的大门，召唤出了更为恐怖的白化蜥蜴加入战斗。那裹挟着威压的强大气场下的两人未喜不前。白化蜥蜴见状卯足了劲，将杰洛特撞飞出去数十米远，直至翻滚到室外的天桥上才稳住身形。眼看对面那头畜生即将又要发起猛烈的攻势，杰洛特迅速用银剑进行格挡，紧接着翻身卸力，顺势截下一道阿尔德法印射出。可谁曾想没起到作用不说，还反被击倒在地，死死的压在脚下，即将成为怪物饱餐一顿的猎物。情急之下，杰洛特在右手汇聚由伊格尼法印形成的烈焰蒙蔽住对方的双眼，紧接着看准时机，将银剑从头颅下方刺了进去。白化蜥蜴吃痛疯狂的挣扎，企图摆脱这穿刺之苦，可占得优势的杰洛特根本不可能留有机会，应声将怪物的头颅横劈成了2半，顺势一脚送下了悬崖。在确认对方没了气息后，他丝毫不敢怠慢的回头跑
跑去阻止维瑟米尔伤害自己的女儿，只可惜还是晚来了一步。早已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维瑟米尔只想手刃这个魔女祭奠死去的战友，可是就当匕首刺进去的那一刻，西里只是轻手一挥，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不多时便完好如初。由于数百万年前初代猎魔人利用森林之母洗蚀仇恨的弱点封印在了草屋之内，如今再提已经被烧毁，恐怕救出西里更是无稽之谈。然而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叶尼弗当即割破自己的动脉，让喷涌而出的鲜血顺着手腕不断渗出，口中念念有词之间，森林之母制造的梦境世界竟开始化为乌有。随着众多星辰朝叶尼弗的方向飞去，西里也醒了过来。可眼下的危机并没有解除，必须趁森林之母控制叶尼弗之前找到应对的办法。考虑到西里有能力通过巨石碑引来怪物，那肯定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在杰洛特的鼓舞下，他打开了一道传送门。可与以往不同的是，里面似乎有某种强大的力量在不断拉扯他们，任由杰洛特如何挣扎，仍是被卷入了其中。这里一片黄沙血色，与此前西里梦境中预知到的世界好似一致。然而就当众人还在疑惑之际，更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森林之母竟主动舍弃载体，朝不远处驰骋而来的战马飞去。杰洛特这时才意识到，关押多年的森林之母竟是来自异世界的狂烈战士。眼看越来越近，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幸好危机关头，西里再次触发技能，带两人逃遁而走。还没等稍作休整，杰洛特立马将自己在异世界的所见所闻告知了维瑟米尔，并且很快意识到凯尔莫罕不再安全。如果西里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届时世界必将会陷入无休止的混乱之中。于是为了保护猎魔人赖以生存的家园，同时也为了女儿的安全着想，杰洛特决定带着西里远离人世间的纷争。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杰洛特口中的别有用心之人，除了唯利是图的术士之外，竟然还有传闻死在了海难中的多尼，也就是西里的亲生父亲。